他怎么就听不懂话呢？我不是不想让他喝，我知道，可是他跟他朋友在一起呢，你就上去直接把人家酒杯抢夺人家面子，所以他才会生气。我怕他喝多嘛。是啊，无论他刚喝多了，他说的话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不要乱用他啊。是啊，我就觉得，我就跟郭伦啊，好像就有一堵墙似的，我跟他永远都沟通不了。你说这？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因为郭念的事儿吧。关于郭念，你是不是查到什么？这个事儿，你别管。大爷，哎，你好，你找谁？警察啊。好，过来办点事。我核实一下哈。好。就是他。他的名字啊叫瑞，他从幼儿园小班啊就在我们学校读书。2年前刚升了大班，他突然就不来了。可是他妈妈当时说的那么肯定，那我们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您这儿有没有他妈妈的照片，或者是合照？都可以。哎，应该有的。2015年的，不是这个，2年前。哎，找到了，就是他。哎，你看啊。瑞阳。警官，你们找到他了吗？他在哪儿啊？我的瑞阳。你确定他是被拐走的吗？2年前，我带他出去玩，就一会儿没有注意到他就不在。都怪我，都怪我！你冷静一下啊！你当时怎么不报警呢？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瑞阳爸爸的身份，所以只好假借他出国读书，替他办了退学。是我太自私。所以你隐瞒了事实是吧？我找过了，这2年来我一直在找，可不管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我绝望，真的绝望。可是你后来嫁给高登水，为什么呀？有好姐妹劝我，说再生个孩子，人的心情就会改变。所以我就随便在相亲网站上见了个人，就想立刻结婚，赶紧生个孩子。是骗人，骗人！你说什么是骗人的？哎，我说老侯啊，你说你非得叫我来干什么啊？你看我不叫你，你自己不也来吗？再说了，这是给你找台阶下呢，啊，省得别人又说你管闲事瞎操心。你这，嗨，那你叫他来干什么？我可是第一发现人啊，我不来谁来啊？哦，也是啊。侯队，哎，怎么样？刚去了几个村民家里探访，别说小孩了，连个年轻人都没有，全是些老头老太太。不过，你发现了这个？看看，水很深啊，老齐。站住！
你是这个村的吗？叫什么名儿？李花花。照片给我。看这孩子，见过没有？我们这村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哪见过这孩子呀？不对，我记得你，前天我亲眼看见你把他带走的。您认错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等等，带我们去你家看看。走。腰子不好啊。你也有肾衰竭啊？这村跟中了邪一样，有几个不得的呀？那你男人和孩子呢？男人2年前得这病就死了，孩子，村里都得这病，哪还生得出孩子？没孩子。没孩子，这什么呀？地里种不出东西来，隔壁村接点手工活，填饱肚子。妈妈，弟弟疼。薇薇，你乖啊！妈妈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地里啊早种不出东西了啊！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去吧啊！等等，看这孩子上哪玩去了？累成这样，来，树这有水，喝口水。喝吧。谢谢叔叔。哎，不客气啊，走吧。哎，老齐，越想越有点可疑，你觉得吗？是啊，疑点很多啊。刚才那孩子是不是明明喊了个弟弟？没错，我刚刚听到那孩子喊的弟弟，虽然说他后面圆什么那是什么地里长啊怎么样，可是我明明听见那孩子喊的是弟弟。妈妈，弟弟疼。这李华华说他们村的人都得了肾病，生不出孩子，他也是。那他怎么有俩孩子？对啊。哦，不对，我发现一个细节。李华华家里明明有水，但是你却让孩子喝你保温杯里的水，什么道理啊？我刚刚就想问你了。喝水用什么喝啊？用嘴喝。嘴上有什么？嘴上就有你的 DNA 啊！啊！哇，好机智啊你们！学到了，学到了！还不是没逃过人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啊！太厉害了！哎呀，这招以后我也要用。田院长，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法院怎么把薇薇带这儿来了呀？你别紧张啊，是这样，他们想问薇薇点事情，但是薇薇年龄小啊，怕警察问她呢，她害怕，所以呢，这里是精神病院，有最好的心理医生，叫心理医生啊，跟薇薇谈，薇薇就能放心啊，心情就会好一些。那谈什么呀？老七，你还问谈什么？我们还要找你谈呢。你俩跟我们走一趟。啊？我们这里有报告，我们已经比对过了马薇薇和你们夫妻的 DNA， 你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对不对？我们跟亲生的差不多了。说实话，马薇薇到底是不是你们拐卖来的？不是，薇薇不是我们拐来的。同志，你说，管这个干什么？
把薇薇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样，从来都没有虐待过她。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虐待儿童的问题，现在说的是拐卖儿童的问题。捡来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马薇薇现年7岁，原名童清亮，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家里边只有一位奶奶，4岁那年被告失踪。你们难道是从歙县捡来的？不是，是在江县县城捡的。大概也就3年多以前吧，我和大木去县城看病，就在那县医院后面的小巷子里，就看到了正在讨饭的薇薇，她真的是太可怜了。我们说这孩子吧，真的是讨人喜欢，所以我们就领回家养了。当时薇薇她是答应的，她很高兴啊，我们真的没有拐卖她。真的不是拐来的？我没拐。我妈妈不是坏人。好，喂，我们知道你妈妈不是坏人，好不好？我们知道啊。姐姐，我不是被拐卖来的，薇薇是妈妈生的，薇薇不是小孩子。我们知道，薇薇。你跟我说说，你先别哭，你跟我说说关于小时候的记忆，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不要信，我不要信，你们不是好人，我要妈妈，不要你。啊，好，那你先别哭了好吗，薇薇，你先别哭了啊。怎么样了？他对他养父母的感情很深，而且对小时候的记忆有很强烈的抵触感，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我强行为他做催眠的话，我怕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哎，对了，薇薇的老家是哪里人？好像是安徽歙县人。对，侯队好像是这么说的，是歙县。你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他家乡一趟？就算找不到什么亲人，拍一些当地的照片，或者搜集一些当地的什么东西，看能不能勾起他的回忆来。哎，王医生，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啊。齐远，布置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差不多。炸的有点焦。没有，您看，颜色都差不多，可以。你别说啊，真有点臭。臭就对了。齐远不愧是齐远啊，连臭味都可以完美呈现。哦，真是太棒了。什么意思？骂我是狗鼻子是不是？没有，我当然是在夸你。哦，好了，差不多了。尝一尝。您尝尝。薇薇，肚子饿不饿？我不要吃，我要妈妈。这样好不好？你吃饱了，我就带你找妈妈，我答应你，怎么样？真乖。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啊？这个呢叫做毛豆腐，是你家乡一道特别有名的。你闻一闻，臭臭的吧？你别看这个闻着臭，吃起来可香了。你尝尝看。薇薇，毛豆腐好吃吗？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了？哎，你看着挺好玩的，是不是？奶奶领你去吃毛豆腐，好不好？你看，毛豆腐，咱们来吃毛豆腐。来，给我们来一份毛豆腐。好的，有辣椒吗？不要。来，薇薇乖，咱们吃毛豆腐。来吃。奶奶，薇薇，你说奶奶，你是突然想到你的奶奶了吗？薇薇啊，你想奶奶了，弟弟也想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
弟弟在哪里，好不好？哦，怎么样了？我办事你放心。看来啊，都是这个毛豆腐的功劳啊。还不是人家小马法官的主意好啊！哎，不容易，不容易。是啊，都不容易。哎，你还记得渔船案的争夺吧？啊，怎么了？前不久我们院批了，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好。为什么不让这个儿子回家？啊！爸爸！干什么？这是我儿子，儿子，儿子，你松手，儿子，侯支队，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吗？也没别的办法了。我去他家乡查过了，他奶奶1年前就去世了，家里也没别的人，现在暂时只能由我们照顾。哎，要是查实了这个马跟木没有拐卖儿童的话，如果他们都同意的话，就办演领养手续，接着养。对呀，这块你们比我们熟啊。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解救林瑞阳吧。侯队，怎么样？找到了。另外，里面还发现一名不知名的小孩。好，薇薇，立大功了，知道吗？哎呀！走。哎。我这没看清楚。这是对的。哎，不玩了，没劲。牛郎，你输了就没劲了。哎呀，马松啊，我跟你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啊，哎呀，就是跟领导下棋都不知道放水。你说这不是目无领导吗？是不是？是啊。我看啊，是不想在新一亭混了。对。哎，你还想不想混了你啊？赶紧的给牛老按摩，你干嘛呢？牛老，我陪你下去。真的是。这不说好随便玩玩吗？我就说我随便玩，有你这么较真的吗？老牛，你要是能改了你那个牛脾气，还至于到今天还是一个小厅长？小厅长啊？小厅长怎么了？是吧？我乐意。来，下去。好了。哎呀，牛老，您别生气了啊！您就别生气了。哎呀，不要和一个病人计较，哎呀，牛老，您是有所不知啊，您这个小厅长，那在咱们心中可是出了名的大人物呀。对。您看啊，您就是一天不在我们刑一庭，那咱们刑一庭保准就乱了章法。是不是？牛老很重要的。刘阳是不是？啊，对。哎，牛老，您看啊。咱们拿那个拐卖儿童案来说，本来呢是定了由咱们刑一庭审，但是到现在啊，审判长是谁呀？还没有确定人选。是的，到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个棋院没安排吗？之前本来是安排好了，但是半路杀出个张副院长，主动请缨要审一次案子，所以这事儿呢一下就悬而未决了。阿成，哼，我看啊，他是想显摆显摆。哎呦，王毅领导，你们我什么都没说啊，完全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听见，没听见。咱们张院呢自荐做拐卖儿童案的主审，这个我没意见。虽然近些年张院的行政事务多了一些，但是7年前
在做刑二厅和民一厅厅长的18年里，业绩是十分突出的。还有，现在法院的各级领导参与审案，也逐渐成为常态。最近，咱们棋院参审的几个案子，效果就非常好。另外，我看了一些统计材料，好些法院厅长参审的案子已经达到了50%，副院长参审的案子也达到了15%。所以，张院长主审这个案子，我完全赞同。我没有意见，我觉得很好。去，你负责这块儿，你看呢？赞成。好，那张院就这么定了。谢谢各位新人。还喝呢？快吃饭了。今天高兴，多喝2杯。你是当上主审官了，一直心里偷着乐吧？那是啊，不是有些人才会审案，我审案子敲法锤的时候，有些人还不知道在干嘛呢。又开始指桑骂槐了。哎，我跟你说真的啊，这个案子啊，你真是要用力气审，不能轻饶了那些人贩子。我得按律论斩，别叫某些人抓着把柄。又某些人。哎，你看没看那篇帖子？就是网上疯传那篇。什么帖子？就是说提议要把人贩子一律判死刑那篇。看过了，怎么？还怎么了？今天啊，我碰到检察院来2个小检察官到我们局里来核一个案子，他们说检察院那些刚当上爹妈的年轻人，一提到这个案子，气得脸都发绿，都说呀，恨不能亲自上阵做这个案子的公诉人。他们检察院什么意见？那就是要求你们法院要严判啊，以儆效尤，还说他们院有个小姑娘连起诉书都写好了，那写的叫一个声情并茂，恩威并济，看的人眼泪都快出来了。确实，如果我们判案不能给社会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那真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也是啊。少喝点，吃饭吧。全体起立。请坐下。现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齐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李华花，女，1978年2月13日出生，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经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7年10月10日被齐州市公安局逮捕。本案由齐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涉嫌拐卖儿童罪，于2017年11月11日向齐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华花拐卖儿童童新亮、林瑞阳、张楚、
刘娟、徐芳芳共计5人，罪行十分严重，危害极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考虑到被告人李华花所拐卖儿童人数已达3人之上，对被拐儿童本人、父母及他们的家庭造成深重的心灵痛苦，对社会公德造成严重的恶劣影响，故可以考虑从重处罚。为严肃国家法律，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依法构建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起诉书的内容听清楚了吗？听清了。起诉书的内容是否属实？属实。先告知你本罪的法律后果：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你是否自愿认罪？自愿认罪。公诉人是否要询问被告人？需要。被告人，你第一次拐卖儿童是在什么时候3年前。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记得那年，哎呦，你看这挺好玩的，是不是啊？多好玩！奶奶领你去吃毛豆腐，好不好？你看，你看毛豆腐，咱们来吃毛豆腐啊！给我们来1份毛豆腐。来，要辣椒吗？哎，不要不要。微微乖，咱们吃毛豆腐。小朋友，你是找不着奶奶了吗？奶奶刚才告诉我去给你买冰淇淋了，我带你去找她好不好？走。乖啊。奶奶在家等你哈，我们很快就到。宝宝，来，咱们把这个药吃了，吃了就不晕车了。回去呢，睡醒了就能见着奶奶了啊，真乖。为了不让他吵闹，乖。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不停地给他吃感冒药。感冒药里边有安眠药的成分，吃完了，他就一直乖乖地睡着。微微长得好像我死去的孩子乐乐。我抱着微微，我就觉得我抱着乐乐一样，我要好好的保护他。孩子就交给你们养了啊。不是这李姐，你自己捡来的娃儿，咋就送给我们了呢？是啊。我忘不了我家乐乐呀。你说，我要是养了他，我万一把乐乐忘了怎么办？如果我都把乐乐忘了，那谁还记得他呀？他多可怜呀！以后
村里村外都知道我带了一个娃回来，然后都来找我，让我也帮他们带。他们是农民，不懂法，只知道我从外面带了孩子回来，也不知道孩子从哪里来的。我见他们可怜，就开始帮他们从外边带孩子。小朋友啊，你在等你妈妈吧？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哎，你妈妈在那边那个超市买东西，她让我带你过去，她给你买饮料呢。我妈妈真的在那边吗？对呀，走，我带你去看看。带了第一个娃回来之后，我就总结了一点诀窍。带回来的娃长相好，身体也好，可我一个人看管不过来。村里的火头大娘、二弟媳妇儿，还有6只婶子，就过来帮着一块儿照看娃，我就管着去外边带娃，还有管账。可是我从来没有虐待过那些娃娃呀。我知道，他们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儿，我怎么舍得让他们受一丁点儿的委屈？那天，要不是警察突然来了，我也不会让他们去地窖去。这也是没办法的。被告人，陈述完了吗？陈述完了。公诉人，请继续询问。被告人，你所谓的带娃和送娃，是不是就是指的拐卖儿童？是。好，这点明确了。那我再问你，你说你最初拐带儿童回来，只是送给本村一户村民收养，你收他钱了没有？没有，他家本来就穷。后来你又替外面的村民拐带儿童回来，你收他们钱了吗？收了。收了多少钱一个？5万左右吧，有的多点，有的少点。所以，公诉方提醒合议庭注意，被告人已经从简单的拐带儿童发展成了拐卖儿童，这其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利益。合议庭记录在案。那么，被告人，你为什么要收别人的钱？因为没钱。村子里很多人都得了病，看病需要花钱，我们又不能出去打工，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怎么养活这些娃娃们？所以归根到底是为了钱，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那该怎么说？为了有钱看病，那还是为了钱。那就是吧。公诉人，还有其他要继续询问的吗？暂时没了，审判长。辩护人，进行发问。好的。被告人，你之前说你一直在省内拐带儿童，没有去过外省。但是你第一次拐带马维伟，也就是童新亮，却是在安徽省，为什么？因为那次，我不是为了要去拐带儿童，我就是看见了微微，她长得太像我们家乐乐。等等，请你告诉法庭，你说的乐乐是谁？我死去的孩子。好的，那你为什么那次要去安徽？因为我家乐乐他刚死了，我和我男人都得了腰子病，以为就生不出孩子了，可是老天给了我们一个乐乐，我们当心肝宝贝儿一样，但是不到3岁他就。我心里难受，我就想离家出走。那个时候就看见了微微，我以为我们家乐乐回来了，我没忍住，我就把他带回了村子里。被告人，后来你的确联合同村的村民进行了拐带儿童的活动，你说是因为你们生活拮据，没有生活来源，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也是听说的。10几年前，县里建了一个工厂，把废水、污水都排在了我们码头村。村里的水啊、地啊就被污染了，庄稼也慢慢长得不好了。渐渐的，村里的人好多都得了腰子病，有些男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有病的女人。得了这个病，我们也不能干重活，根本没有钱看病。所以我就想到，既然有人生不出孩子，那我就帮他们去带娃娃，顺便自己也能赚点钱。合议庭，请参见卷宗，本案物证。这是从李华华家中搜出的账本，里面记载了他的犯罪所得。据账本记载，除了之前送给另一村民抚养的童新亮以外，他总共贩卖儿童4人，共获利20余万元。被告人，这份证据你是否认同？嗯。被告人，请你回答，认同还是不认同？认同。合议庭，我这里有2份证据，一份是委托一家环境检测机构出具的对码头村水质和土壤的分析报告，一份是马乐乐死亡时的病历书，请合议庭传阅。第一份报告证实了，在码头村的水质和土壤中检测出了重金属铬。如果人体长期摄入这种重金属，就会患上肾衰竭，严重的影响生育能力。第2份报告证实了马乐乐的死因就是肾衰竭。控辩双方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有。被告人，除了公诉人提供那个账本外，你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账本？是。
何以婷，这是被告人提供的又一份新的证据，请何以婷和公诉人传阅。辩护人，这个账本记录了什么？请你当庭简要说明一下。好的，审判长。这个账本的内容与先前公诉人提供那个账本的内容完全相反。它记录的不是被告人用来卖孩子的开支，它是被告人的支出流水账。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摇曳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